年逾古稀的阿彻突然撒手人寰，尸体被家属送到了火葬场。火化之前，阿彻的女儿春香急匆匆地从单位赶了过来。弟弟光一对姐姐春香很有意见，他认为这么重要的时刻，春香不应该去上班。火葬场的工作人员告诉家属说，对死者很重要的遗物可以放到尸体旁一起火化，但是金属玻璃这类不易燃烧的物品不能放进去。春香等人遵从了工作人员的意见，因为阿彻生前是一名陶匠艺人，所以家属只把阿彻的工作服放到了他身边。很快，阿彻被推进了火化炉。大家来到父亲的灵位前，回忆起父亲生前的事，说他一直都随主所欲的活着，应该没有什么遗憾了。就在这时，工作人员惊慌失色地跑了过来，说阿彻的尸体根本没办法点燃。所有人来到尸体旁，发现阿彻的尸体毫发无损，而他的那些陪葬物全都化成了灰。弟弟光一很自然地想到，这有可能是鬼魂在作怪。不过身为医生的姐姐春香立刻表示反对，她认为应该是工作人员操作失误造成的。她请求工作人员再火化一次。工作人员听从了春香的建议，又将尸体推进了火化炉。家属们则去到了另外一个屋子耐心等待。没过多久，工作人员又神色慌张地跑进来，他说阿彻的尸体依旧烧不掉。工作人员非常抱歉地提到，他们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所以他们也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。不过在稍作思考之后，又提到会不会是死者生前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，所以他的尸体还不肯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虽然很离谱，但是做他们这一行的总会碰到一些常人无法理解的情况。奶奶和光一夫妻都相信工作人员的这种说法，但身为医生的春香再次提出了反对。不过春香用自己所学的医学知识也没有办法解释这一反常现象，最后他只能无奈地同意先按照这种逻辑找出相应的对策，毕竟火化尸体才是当务之急。全家人开始用尽心思的思考，阿彻生前到底有什么遗愿未了。光一的妻子惠美提到，公公阿彻在死之前会不会有放不下的女人，毕竟婆婆去世那么久了，公公另寻新欢也说不定。光一觉得惠美的这种说法非常可笑，因为父亲已经一把年纪了，怎么可能会有新欢？不过奶奶却提到，这种可能是存在的，男人的死都是色鬼啊。春香很无语，你们倒是说点靠谱的猜测，不要一直耗下去。惠美还说了自己所目睹的一件事，来佐证自己的想法。在1个月之前，惠美曾经发现公公阿彻非常认真地盯着一张照片看，并且还自言自语地说道，真是个美女。奶奶也提到，儿子阿彻生前那段时间通话非常的频繁，并且在电话中经常提到一个叫秘密的女人。秘密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像是外国人的名字，再加上阿彻生前经常会去一家菲律宾人所开的 pub 酒吧，所以大家认为那个女人应该就是那间酒吧里的女人。光一立马反驳，那家酒吧根本就没有叫秘密的女人。惠美据此认定光一经常光顾那家酒吧，立刻露出一副要收拾光一的表情。光一见状，立刻将一本杂志拿了出来。他提到父亲阿彻当时应该是在看这本杂志的封面，所以才会说到真是个美女。就这样，所有人都认定阿彻的遗憾是没能带走那本画册。紧接着，光一依依不舍地将画册放到了尸体旁，尸体再一次被推进火化炉。没过多久，工作人员又慌张地跑过来告诉他们说，尸体依旧没有办法烧着。这时奶奶提出，有可能是儿子根本就没有死，所以他的尸体才一直点不着。春香提到，不存在这种可能，因为他已经摸过阿彻的脉搏了，脉搏已经停止了跳动。惠美看过收费表之后，她提到每火化一次，火葬场就要多收一次费。为了不再多花钱，他们决定一定要找到阿彻生前的遗憾到底是什么。奶奶顾不了那么多，她觉得儿子阿彻既然没有办法火化，那就应该将他带回家。众人则拼命反对她的这种想法。春香感到厌烦了，一怒之下，她走出殡仪馆，准备回医院去上班。这时惠美突然想到，还是应该从秘密这条线索来入手。她记得公公之前在她面前自言自语，说他果然还是放不进去，会不会公公有再婚的对象呢？但又是谁呢？当光一和惠美发现奶奶的神情很不自然时，他们认为奶奶肯定知道更多的事。奶奶见状准备立刻开溜，这时惠美跑过去威胁她说，如果她不说出自己所知道的事，那下次的火化费就由她出。奶奶见状透露出阿彻应该是放不下一个叫史真香的女人。惠美见光一的神情很不自然，她认为光一肯定认识那个叫史春香的女人。光一见妻子惠美发怒，便把自己认识的3个叫史春香的女人都叫了过来。不过等那3个女人到来之后，她们全都表示根本不认识阿彻，也就是说3个都不是老爸的暧昧对象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很娘炮的男人痛苦地跑了过来，他的名字也叫史真香，还将一束茉莉鲜花放到阿彻的尸体旁。光一问惠美，难道这就是老爸的新欢？但这位史真香却说自己和阿彻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。在他们聊天时，尸体又被推进了火化炉。过了一会儿，工作人员又痛苦地跑了过来，阿彻的尸体还是没有办法火化。很显然，阿彻放不下的并不是什么女人。就在这时，光一的手机响了，
电话是姐姐春香打来的，问火化结果怎么样了。原来春香在离开火葬场之后并没有回医院，而是一直在自己的车里待着。光一对春香非常有意见，他提到父亲阿彻从小就那么宠爱你，可你现在却一走了之，成何体统。光一还提到，至于父亲留下来的那间陶瓷店，他也要自主决定如何进行处理。光一挂断电话之后依旧怒气未消，这时奶奶告诉他说，不要总去责怪你姐姐，因为春香的身世也很可怜，她其实是阿彻收养的孩子。奶奶还提到，春香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虽然很难过，但她还是把自己当成家里的一员。此刻坐在车里的春香无意间查看了过去收到的一些短信，回想起了过去的一些事。那年春香考上医科大学之后，她希望留在父亲阿彻身边，帮他打理瓷器店。不过阿彻认为好不容易考上，强硬的让他去上学，还说要让光一继承瓷器店，这让春香误认为阿彻的心里根本就没有他。想到过去的那些事，春香又回到了阿彻的尸体旁，并说了很多心里话。光一看到那一幕之后，终于理解了春香。光一认为阿彻内心的遗憾是放不下他的瓷器店，而春香则认为阿彻放不下的是自己对他的怨恨。这时史真香走了过来，他告诉大家，阿彻的遗憾既不是瓷器店，也不是春香，因为他生前已经准备将瓷器店改成咖啡馆了。咖啡馆的名字是春光，这是从春香和光一两个人名字当中各取一个字组成的。所以阿彻生前的愿望应该是让春香和光一相互理解，不要对彼此产生怨恨。明白了这一切后，春香和光一又恢复了以往的姐弟情。就这样，阿彻再一次被推进了火化炉。就在大家认为这次肯定能够成功之时，工作人员再次跑过来告诉他们，尸体还是没有办法火化。大家再次来到阿彻的尸体旁，春香忍不住吐槽，都这个时候了，王八还在翻跟头。奶奶也忍不住上前掐住老爸的脖子，再送他一程。就在大家慌乱之时，春香无意间发现15年前他母亲去世时，尸体也是由眼前的这位工作人员火化的。当时阿彻特别想将结婚戒指一块火化，不过工作人员就是不同意，说这是不可燃物品。春香恍然大悟，父亲阿彻生前的遗憾应该是没能让妻子将结婚戒指带走。春香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，妈以前说过，结婚时没有钱办婚礼，她最想要一对婚戒。惠美对她的想法予以了肯定，她提到那晚父亲说，果然还是放不进去。当时电视正播放着结婚戒指的广告，原来他说的放不进去不是那个放不进去，是那个戒指放不进火炉里。明白这一切后，家属们一起恳求工作人员把这个结婚戒指放入火炉中。最终工作人员同意了他们的请求，戒指在被戴到阿彻的手上之后，尸体又被推进了火化炉。这次火化非常的成功，不过工作人员在处理骨灰时却始终没办法找到那对戒指。按理说这个戒指是不应该被火化才对，也许是阿彻对妻子的爱够深沉够固执，感动了上天，便把戒指带到天国去了。看来只要你够固执，就能超越物理法则了。本期的故事到这了，小伙伴们，下期见，拜拜。